在美国芝加哥市的西南部，有一块让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区域，它就是赫赫有名的单身汉树林公墓。当地人呢称它为亡灵游乐园。据说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灵异目击事件呢多达上百起，其中呢更是有数起案件被官方记录在案。为什么一块普通的公墓会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呢？里面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诡秘往事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共同揭晓。在若干年前以前，单身汉树林公墓的所在地呢还是一块外来移民者的聚居地。就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呢并不富有，但是富饶的土地至少能让他们在此安居乐业，衣食无忧。那当时这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者们呢相继在这土地上死去，原本零星散落的几座墓室慢慢的结成排，连成片，这里呢也变成了全美最大的移民者公墓之一。最初啊，单身汉树林公墓也只是一块普通的公墓，虽然略显荒凉，但是看起来一切正常。可到了1834年呢，这里边的一切发生了可怕的转变。那一年，有多名德国的移民过来的工人，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摩擦，在密歇根运河附近工作的时候，与当地居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呢，是这些工人全部惨死。有善良的居民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最终呢，把这些死去的工人安葬在了单身汉树林公墓里。兴许呢，是这些死去的工人呢心有不甘。自这个时候起，单身汉树林公墓便流传起了恐怖的灵异传闻。常常有附近的居民呢会在公墓里边看见一闪而过的鬼影。夜幕降临之后啊，这里还能听见各种瘆人的怪叫声。慢慢的，人们就开始不愿意接近这块鬼魂的缠绕之地。到了1920年左右，活跃于芝加哥附近的帮派看中了这块地方，叫地处偏僻，人烟稀少的，所以他们常常在这里呢完成杀人越货的买卖。公墓附近的小河沟、小树林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几具无名尸体，这让单身汉树林公墓彻底成了一处生人勿近的禁忌之地。而到了1960年左右，情况更是愈演愈烈。经过100年时间的发展，单身汉树林公墓的恶名已在当地人尽皆知。偏偏有一伙呢邪教组织把这里当成了他们举行邪恶仪式的圣地。他们疯狂且毫无下限的行为，很快就把单身汉树林公墓搞得是乌烟瘴气。邪教组织的成员呢会恶意的去破坏坟墓，他们将一座座墓碑推倒，挖掘出地下的棺材，甚至呢还会对于棺材里面的遗体进行肆意的破坏。他们会在午夜时分穿上黑袍，手持白色蜡烛，在公墓内画满与恶魔撒旦有关的记号，然后当场呢杀死小动物作为献祭，以祈求魔鬼的降临。在一场一场邪恶的仪式进行过后啊，公墓四周开始遍布邪灵的气息，地上更是有数不尽的动物的残骸。就这样的场景让人看的是悚然心惊。邪教组织的活动在单身汉树林公墓持续了数月时间。在这之后呢，公墓里传出了灵异传闻的数量开始增加起来。到了1989年，公墓里边终于举行完最后的一次葬礼。此后一直到今天，公墓都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遗弃状态。除了灵异探险者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敢于靠近那里。在单身汉树林公墓里发生的众多灵异事件之中，有5起事件是最有可信度的。这些事件当中呢，都有不少人证，甚至最后一起事件还有拍摄清晰的照片为证。下面呢，就为大家一一介绍。这些恐怖灵异事件的始末是这样的。在单身汉树林公墓当中，流传最广也是最多人遇到的灵异事件，就是发生在公墓当中的鬼火事件。有别于人们一般见到的黄色或者白色的鬼火，
丹参汉树林公墓里边的鬼火颜色呀十分特别，它们是一种能让人感到彻骨冰寒的纯净蓝色。在其他鬼火目击事件当中，人们可能呢将车灯、路灯那样的昏黄的灯光误认为是鬼火，可纯净的蓝色几乎呢不可能在公墓现场出现，这便让丹参汉树林公墓里的蓝色鬼火有了更高的可信度。不少在公墓里目击到蓝色鬼火的人都声称这些鬼火非常的有灵性，他们不仅飞行的路线不固定，还经常的变换飞行的方向。每当目击者试图靠近这些鬼火的时候，蓝色的鬼火都会刻意的提速，以保持与目击者之间的距离，令目击者是无法真正的靠近他们。在一众蓝色鬼火的目击者当中，有一个名叫约克的男子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么约克的身上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呢，我们说到有一位名叫约克的男子，是丹参汉树林公墓里鬼火事件的代表人物。在1970年左右，身为灵异爱好者的约克对于蓝色鬼火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他经常呢利用晚上的时间蹲守在公墓附近，对于鬼火呢进行着观察。根据约克的说法，他当时呢经常在午夜时分看到蓝色的鬼火突然出现，然后漫无目的的就在公墓里是飘来飘去，有的时候还会一次性的出现多个鬼火，他们就像开幽灵派对一样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每个鬼火都显得更为活跃，活动范围也会更大。通常每个鬼火都差不多有棒球一般大小，平均每隔个20秒左右它们就会闪烁一次。鬼火的飞行高度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可以飞到1人多高，而低的时候呢则会紧贴地面飞行。鬼火的轮廓看起来也并不清晰，有的时候它们像个圆球，有的时候呢它们看起来更像一个骷髅头。当它们高速飞行的时候，后面会出现一条长长的拖尾，让人看起来是不寒而栗。约克表示他曾多次尝试去靠近鬼火，然而每当他就要捕捉到鬼火的时候，鬼火就会突然消失。更可怕的是，当约克开始四处张望寻找鬼火的时候，鬼火往往呢会突如其来的出现在他身后。等到约克由于惊吓而仓皇逃窜的时候，鬼火呢又会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对他展开追逐，就好像是在戏耍他一般。这让约克笃定地相信鬼火有着灵性。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招致危险，约克呢就放弃了对于鬼火的继续观察。在蓝色鬼火之外，多年来有不少的目击者表示，自己在开车经过墓地的时候曾亲眼目睹过一辆幽灵汽车，并且呢这些目击者对于幽灵汽车的描述大体一致。目击者口中的幽灵汽车是一辆款式老旧的黑色轿车，它有时呢会停靠在公墓附近，有时则会慢速的在墓园当中行驶。每当有目击者想要靠近它时，它就会无声无息的在目击者眼前消失。有一位名叫理查德的芝加哥本地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不止一次的遇到过那辆幽灵汽车。在1975年的某一天，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开车经过了墓园，隔着老远他就看到有一位老式的黑色汽车停在路旁。当时他还以为这辆车呢出现了故障可能需要协助，于是他就将自己的车速呢给放慢，准备停靠在黑色汽车的附近，以便下车呢提供帮助。结果就在他即将接近那辆黑色汽车的时候，对方突然在他眼前离奇蒸发。理查德赶忙下车进行反复确认，可刚刚停靠黑色汽车的地方确实已经空无一物。他不禁出一身冷汗，并迅速地驱车逃离了现场。到了1976年，理查德再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在夜里经过墓园附近，而这一次他偏偏又遇到了那辆黑色的汽车。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黑色汽车呢在墓园当中缓慢行驶着，
理查德紧紧地盯着黑色汽车，不一会儿他就在通往森林保护区的入口处消失了。看到这儿呢，理查德是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上次这辆车呀可能是开进了森林保护区，并非离奇消失，自己当时有可能是看花眼了。在精神放松的状态之下，理查德呢也将自己的车鬼使神差的就靠近了森林保护区的入口。突然理查德的瞳孔猛然间呢收缩了一下，紧接着一股寒意迅速的走遍了他的全身，他赶紧用尽力气踩住了刹车。在他眼前是一排高2米有余完好无缺的铁网，也就是说森林保护区从一开始就是被封锁的，根本就没有汽车能够进去，因此那辆黑色汽车明显就是一辆幽灵汽车。理查德不记得自己如何逃离了现场，但是从那以后啊，他再也不敢靠近单身汉树林公墓了。与幽灵汽车相似，还有目击者呢在墓园里见过幽灵房子。有在深夜路过墓园的目击者，在墓园里的不同位置见到一幢外形相似的老房子。这座房子呢分为上下2层，由实木建成，在房顶处立着一个显眼的十字架。但是就这个十字架啊，无法令人感到安心，反倒会让人一见到它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老房子的门廊啊，这旁边都立着2个小秋千，秋千上看不到任何人，但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来回摆动。从门廊旁的木窗望进去，里面有一盏透着昏黄光线的灯笼，越是望向它，你就越是感到阴森与恐怖。曾有目击者试图接近这幢老房子，但随着目击者的接近，这幢老房子开始一点一点的缩小，直到完全消失。其中最有名的目击事件呢，分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玛丽安目击事件、1967年的格雷斯目击事件，以及1975年的多人集团目击事件。既然老房子里面亮着灯，那究竟是住着人还是住着幽灵呢？真相如何？咱们下期接着聊。上一期呢，我们说到了公墓里的幽灵房子里总是亮着昏黄的灯，房子里边明显呢不会住着人，却实实在在的住着幽灵。在1966年发生的玛丽安目击事件当中，当事人玛丽安就曾经见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幽灵，怀中抱着一婴儿，缓缓走出来那幢老房子。关于这个女幽灵的传说啊，在当地的居民当中流传已久，人们给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白衣圣母。据当地居民介绍，每当满月的时候，白衣圣母呢就会怀抱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慢慢悠悠地走出那幢老房子，然后在墓园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白衣圣母所过之处，总会刮起一阵让人肃立的阴风，她怀中的婴儿也会时不时地传出几声恐怖的啼哭声。白衣圣母虽然看起来十分吓人，但多年以来她却不曾伤害过任何一个人，因此附近居民反倒对她生出了几分好感。没人知道白衣圣母的名字，也没人知道她究竟有着怎么样的凄惨身世。于是有灵异爱好者对于白衣圣母的情况展开了调查。有细心的人在公墓当中找到了一块花岗岩石材的小墓碑，墓碑上没有记载名字和日期，仅仅刻了婴儿和女儿2行字。人们据此猜测，这块小墓碑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白衣圣母的埋骨之地。附近居民开始自发地将一些糖果玩具放在墓碑的旁边，以显示对于白衣圣母的纪念之行。这大概就是单身汉树林公墓里唯一一个能够温暖人心的故事了。在1991年8月，以费尔兹为首的幽灵研究协会曾经因为单身汉树林公墓里的灵异传说闹得是沸沸扬扬，而对于公墓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访。当天进入公墓的调查员队员们
不仅带着照相机、摄像机等电子设备拍摄现场画面，还用录音机时刻记录着进入墓园后的心理状态。他们几乎每在墓园当中迈出一步都感到无比的紧张，但是内心当中也有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就这样，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地开展着调查，期待着会有无法预期的事情发生。可直到调查结果结束的那一刻，墓园里边的一切都显得极为平静，这就让调查员们带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然而在调查队员们回去整理资料的时候，事情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反转。菲尔兹呢，在看着那些刚冲洗出来的墓园照片的时候，突然传着其中一张兴奋地喊道：他在那儿，他就在那里，单身汉树林公墓里的灵异传说果然都是真的。原来呀，这菲尔兹手中的那张照片是一张非常清晰的灵异照片。所有调查队员们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非常确定当时墓园里除了他们自己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可照片当中却有一个年轻女性安静地坐在一块方形的墓碑上，她不是幽灵又会是什么呢？这位年轻女性在照片当中的轮廓非常的清晰可见，她有着一头棕色的长发，身上穿着花式的白色长裙，一看呢就不是属于90年代的人。她坐在墓碑上，侧脸望着远方，再仔细观察之后，队员们发现她的身体呢居然呈半透明状，头部和腿部最为明显。将视线呢穿过她身上半透明的部分，队员们就可以看到她身后的树木的纹理。这张照片后来也是被芝加哥太阳报予以公开。这一则爆炸性的消息立刻让全美民众一片哗然。这张照片几乎是幽灵研究协会有史以来拍摄到最完整最清晰的灵异照片，也是单身汉树林公墓当中拍摄到的唯一一张属于比较自然的相片。它证明了单身汉树林公墓里那些灵异传说的真实性，也让超自然探险者们蜂拥而至。一时间呢，荒废多年的单身汉树林公墓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为了保障安全，芝加哥政府呢不得不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彻底把单身汉树林公墓呢封锁起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单身汉树林公墓呢仍处在全面的封锁之中。可即便是这样，偶尔呢还是会有一些不怕死的灵异探险者偷偷的进入墓园里进行调查。他们是否真的见识过幽灵无人得知，但是这样的行为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不值得鼓励。留存在人世间的幽灵身上往往有着挥之不去的怨气，谁也不敢保证他们不会把这些怨气当作武器发泄到普通人的身上。而来自幽灵的攻击，普通人显然那是无法承受的。千万不要等到灾难临头的时候再追悔莫及。对于幽灵，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一颗敬畏之心，然后尽可能的远离他们。毕竟还有什么能比我们安全更重要的呢？